进口替代工业化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简称 ISI， 是一种经济策略，主要在20世纪中叶被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这种策略的核心目标是减少外国商品的进口，通过鼓励本国的工业生产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它的实施并非没有争议。有人认为 ISI 策略能够帮助国家减少对外国产品的依赖，增强国家的经济自主性，而另一些人则担心过度的保护主义可能会导致国内工业缺乏竞争力，从而影响整体的经济效率。在20世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都曾采用过这种策略。例如，巴西和印度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都强调了 ISI 策略的重要性。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高关税和进口配额来保护本国的婴儿工业，同时鼓励国内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这些国家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但也带来了一些长期问题，比如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国际市场的脱节。视频的后续内容将深入探讨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的历史背景、具体实施案例以及这种策略对于各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影响。我们将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实施经验，来探讨这种策略在现代经济环境中的适用性和潜在问题。此外，文章也会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经济策略是否还能够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国家的经济情况和政策实施细节构成了一幅复杂多变的画卷。以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和亚洲的印度为例，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理解这一政策的运作方式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依赖农业出口，主要是牛肉和谷物，其经济模式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然而，1929年的大萧条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即大地削弱了阿根廷的出口市场，迫使该国重新考虑其经济策略。这促使阿根廷政府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以降低对外部经济冲击的敏感性。政府实施了高关税政策和进口配额制度，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同时也通过国有企业的建立和财政补贴来促进工业化。例如，阿根廷政府投资建立了国家石油公司 IPF， 旨在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这一时期，阿根廷的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在纺织、食品加工和汽车制造等行业。印度的情况则略有不同。独立后不久的印度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贫穷普遍，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在此背景下，印度政府在1950年代采纳了以进口替代为核心的工业化策略。政府通过制定5年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如钢铁、机械和化工产业。同时，印度政府实施严格的进口控制，高关税和许可证制度成为常态。这些措施旨在保护国内婴儿工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举个例子，印度在汽车制造业实行了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和高关税政策，这导致了国内汽车市场的长期垄断和技术革新的滞后。这些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时，都面临着自身独特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无论是阿根廷还是印度，他们都试图通过这一策略来减少外部依赖，增强国家自主性，并希望通过提高国内工业的竞争力来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也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如国内市场的保护可能导致效率低下、创新不足，以及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通过这些国家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进口替代工业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策略，更是各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做出的应对。它的实施效果和长期影响，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策选择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复杂互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的实施，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以阿根廷和印度为例，这种政策带来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结构，还波及到了社会、政治乃至国家的国际地位。
在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带来了显著的初期成功。1950年代，该国的制造业增长迅速，不少工业产品开始实现国内自给。例如，在政府的鼓励和保护下，汽车和家电行业实现了国内生产，减少了对外国产品的依赖。此外，政府对重工业的投资，如钢铁和化工产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这种快速的工业化并未能持续。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和技术创新，许多国内工业逐渐展现出效率低下和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同时，过度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主义政策也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在印度，进口替代工业化同样带来了复杂的结果。政策的实施初期，印度成功建立了一系列基础工业，并减少了对某些工业产品的进口。例如，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在国家规划下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长期的保护政策也让印度的工业缺乏国际竞争力。高关税和许可证制度虽然保护了国内市场，却也限制了技术进步和创新。此外，这种模式下的工业发展过度依赖政府的支持，而缺乏市场驱动的动力，导致了效率问题和经济的扭曲。这些国家的例子表明，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在短期内对于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提高自给自足能力具有一定的效果。然而，长期来看，这种策略也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工业竞争力的下降、创新能力的落后以及经济的封闭性。这些问题的出现，反过来又促使这些国家在后期不得不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例如，阿根廷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放松其保护主义政策，逐步开放市场，引入外资和技术；而印度则在1991年进行了深刻的经济改革，放松了对工业的控制，降低关税，鼓励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这些改革不仅标志着两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也反映了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对开放型经济的逐渐认可。总的来说，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参与国家提供了一种经济发展的途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球化的深入，这种策略的局限性开始显现，迫使国家进行经济结构和政策的调整。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也展示了国家在面对全球经济挑战时的适应和演变。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进口替代工业化 ISI 策略不仅影响了实施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也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贸易政策的演进，以及对后来经济模式的启示。首先， ISI 策略促进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在20世纪中叶，许多原本依赖农业或单一资源出口的国家，通过实施 ISI 策略，成功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基础。例如，巴西和印度通过 ISI 策略，不仅提高了国内的工业产出，而且培育了一批本土企业。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不仅改变了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为他们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 ISI 策略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了影响。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许多国家采取了更为保护主义的贸易立场，影响了全球贸易格局和国际投资流向。例如，在阿根廷和印度等国，高关税和进口限制一度成为常态，这对国际贸易伙伴产生了直接影响。虽然这种保护主义在短期内有助于保护国内产业，但从长远来看，它也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开放的重要性。此外， ISI 策略的经验也对后来的经济模式产生了启示。许多国家在经历了 ISI 策略的阶段之后，开始转向更加市场化和开放的经济模式。例如，印度在1991年的经济改革，就是在认识到 ISI 策略局限性后的重大转变。这些转变不仅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也为其他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最后 ，ISI 策略对世界经济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种策略的实施和演变，反映了不同经济理论的竞争和发展，特别是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角色、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发展策略的多样性。这些讨论和实践不仅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为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总而言之，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是20世纪全球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它的实施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贸易体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些经验教训无疑为当今以及未来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更加重视经济策略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过去经验的影响和启发。